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本期快速开箱，我是42号鸽子。在疫情多点爆发，小区和办公楼动不动就封闭的现在，能有幸来到美丽的香格里拉，实在是万分的幸运。所以这一次我们一定要抓住机会，充满热情的努力的玩耍。我们今天的主要任务就是去吃香格里拉最好吃的蘑菇。搞错了，再来。试驾吉利星越 L HiX 雷神混动版，走。那么整台车的内外饰的静态体验呢，之前已经在广州给大家做过分享，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翻一下我们3月初发布的视频。那么今天既然是路跑试驾，那对于这台混动车呢，重点一定是它的油耗水平，还有混动系统的动力表现。咱们话不多说，车上聊。为了充分的利用这次难得的试驾机会，我要选一个好的路线。我设了3个途经点，一个目的地，全程大概是87公里，然后往返的话大概是170多公里。这个全程的海拔落差达到了1500米，对人对车都是一个挑战。我估计一会儿得吸氧续命了。好的，我们先来把小计里程还有油耗清零，最后看一下成绩。OK， 出发。我们现在到了打日休息区，这儿的景色真不错。我们来看一下油耗表现。现在是开了10公里，然后用时55分钟，平均油耗是6.2升百公里。我觉得这个油耗在这种又上坡又下坎的路况里头还是表现不错的。我们现在到了第2个打卡点，在纳帕湖的观景台。现在手机显示海拔已经是3400米，我现在已经需要靠氧气续命了。车的动力现在还没有什么太明显的衰减。总体来说呀，我们这次的试驾路线选择还是比较全面的，包含了城市路况，包含了普通的国道，还包含了很多的盘山公路。总体体验下来呢，我觉得星越 L 雷神混动版的这个动力系统表现还是非常平顺的，尤其是在0到60公里这个范围内。官方说是从0到20是纯电驱动的，实际上我发现在30多公里的时速的时候也有纯电驱动的情况，这个表现还是挺好的。然后在整个0到60的这个阶段内，发动机如果介入的话，基本上驾驶员也是感受不到的，是非常的安静平顺。然后在60到110的这个速度范围内呢，我感受到了3个不太明显的顿挫，就是在80公里左右，还有90公里左右，还有110公里左右的时候。如果这个时候按刚才我说的那个速度去巡航，然后深踩一下加速踏板，然后会有一个不太明显的顿挫抖动。我推测可能是这个混动变速器进行了一个降档的操作，当然体验上来说其实是没有太大的影响。现在是一个上坡的模式，现在速度达到了30，但是还是纯电的驱动。前面坡度增大，好，看到发动机已经开始在直接驱动车辆了。这个时候发动机的声音会有一点大，但是还是可以接受的。现在是一个下坡的工况，可以看到现在是车辆给电池充电，发动机不工作，非常的安静。有一点值得夸赞的是，就是它的静音效果。当车速到110公里左右的时候，也只能听到胎噪，风噪基本上听不到，在车内的感觉就是特别的安静，这个体验还是很棒的，点赞。在操控方面呢，我觉得整体的表现也是可圈可点的，跟燃油版的星越 L 一样，是前麦弗逊后多连杆的一个悬架形式。它的整体的悬架的调教策略应该是比较倾向于运动，然后它的支撑性很足，整体上不是那种忽忽悠悠的 SUV 的感觉。方向盘的指向性也是非常的不错，然后制动也比较线性，在香格里拉的山道上开起来是比较有信心的，甚至还有点乐趣。但是在底盘方面还是有一个槽点的，比如说在过减速带的时候，感受到了吗？
震动还是比较大的。我估计过坑的时候也是这样的，因为毕竟是跟燃油版的星越 L 一样，是前麦弗逊后多连杆的一个悬架形式，在过坎的时候的表现还是有所欠缺的。整体上看呢，它这个基本的辅助驾驶功能表现还是不错的。因为我们今天开的山道的路段比较多，所以没有太多的机会去使用这样一个辅助驾驶功能。但是在我们用到的，在一些比如说低速的山路，还有一些比较平直的国道上，它的辅助驾驶功能表现还是不错的，包括 ACC 自适巡航，还有车道保持能力。咱们来马上揭晓油耗。全程呢，我们是驾驶了198公里，用时6小时25分钟，整体的油耗啊是7.6升百公里。说实话，这个油耗有点超出我的预期，因为同行们的水平基本上是6升左右。然后我开的呢，说实话在山路上开的是比较激烈的，然后全程也在开着空调，整体来说这个油耗还是略微超出我的预期的。但是对于这样一台 SUV 来说，然后考虑到1500米的整体的海拔落差，都是爬坡的路段，然后7.6升这个水平，我觉得还是可以接受的，是比较优秀的一个水平了。说到行程的油耗，就必须说一下这台车搭载的雷神混动系统，它是由一台专门为混动开发的 DH15 1.5升发动机和一个3档混动变速器组成的。根据官方给出的数据，这台发动机的热效率达到了 43.32%， 升功率和扭矩水平都是相当的高。星越 L 混动版在混动专用发动机的基础上，又搭配了一个3档混动电驱变速器 DHT Pro。档位多的优势就是可以实现更大速度范围的发动机并联，让发动机可以更多的工作在高效区间，从而实现更低的油耗。整个动力系统的综合最大功率达到了180千瓦，最大扭矩540牛米。相比之下 2.0T 燃油版的动力参数是175千瓦530牛米。你看看，在这样的动力性能下做到了实测7.6升的油耗，我觉得表现还是不错的。在美丽的香格里拉试驾这样一台车，真是一件美事。外观还有内饰的设计都非常的大方讨喜，然后空间表现也是非常的不错。同价位的竞品车型还真的不多。如果你关注这个价位的燃油车 SUV， 我非常建议你亲自去试驾一下，因为电动化驱动的价值只有亲自试驾过才懂。毕竟，电动和混动将越来越成为汽车的主流。好的，本期快速开箱就到这里。这里是42号车库，我是鸽子。关于这台车的任何问题，都欢迎在评论区留言，我们会及时给您解答。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